OK，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好久不见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很久没有讨论过的这个 CR。好，那 Dustin 之前曾经在有一次的这个考试里面呢，好，就是 CR 拿到了就是97%，好，应该说百分位97这么高的分数，那应该是全部的题目里面一题都没有错。好，那在之后呢，我就开始想说，就是到底为什么我何德何能是可以拿到那么高的分数？好，那后来去归纳出来，哦，原来今天我在实战的时候的思路，好，其实跟一般人有一点不一样。OK，好，所以今天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实战中可以让你找到正确逻辑切入点的这个思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好，你在过去可能学的东西都是说正确答案的套路，好，比如说今天是他音，比如说今天是导果为因，好，比如说今天是所谓的这个副作用，好，然后呢，你可能过去学的东西是排除绝对的错误，比如说是主体无关、主角无关，什么样的无关或方向相反，好，那但是呢，在实战中，其实你会发现，在高难度的题目的时候呢，好，我们在拼的是，你会发现两个选项都无法用绝对错误排除，然后呢，可能两个选项都不走套路。好，当你觉得两个选项都有关、都说得通的时候，我们其实最后的决策点是要看谁更接近文章里面那个合理的逻辑切入点。好，就是文章看完之后，那个最明显的逻辑断点在哪里，那个通常都是正确答案的方向。OK，好，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方法是要教你怎么样去找到，好，看完文章之后就找到一个合理的那个分析下手的那个因素。OK，好，那今天我们这个讲的方法呢，有个前提就是说，你必须要先有基本的阅读能力。你在考试的时候必须要先读懂题意，这个方法才有用处。这样子，好，所以简单来讲，一句话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要用哪几个方法，让你在考试的时候看完一篇文章之后，你就可以最快发现这个出题者想考的这个方向。好，然后呢，接下来在排除无关选项之后呢，可能剩下一两个选项，其实你可以更快接近正确答案的思路。OK，好。那我们来讲有哪几个方法呢？有3个方法。好，第一个叫代入法，第二个叫类比法，第3个叫分析法。好，我们就一一来跟大家介绍。好，那第一个叫代入法。代入法的特色是我们今天在做题目的时候，是当文章的内容有决策者的时候，我们可以代入他的角色去思考，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你做决策这个时候好的目的这样子。OK，好。比如什么叫做决策的人呢？比如说文章里面有这个农夫，有这个老板，还有公司，好，有组织，有政府，这些都叫决策者。消费者也算是一种决策者。好，当你读文章的时候，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最后的结论里面是跟决策有关的东西的时候，请你勇敢的把自己带入这个人的角色，然后呢去想，要达到文章里这个目的，要解决文章这个问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你的考量？好，我们直接来看题目。这个题目请大家先按暂停。按暂停完之后，去看完之后去想自己是不是能够带入里面的角色。好，我们先按暂停。好，那按完暂停之后回来，我们来看哦。好，这篇文章大概来讲的是有一间好，就是有一个铁路公司的这个主要的火车站，好，我们把它想成是台北车站北车这样子。好，然后呢，他打算说把这个大门租给外面的商场，好去做生意，然后收这个租金，然后呢，让原本的顾客用小门来进出。那他今天打这个如意算盘是说，那今天租完之后，这个租金的收入可以 cover 回来他做这个 renovation 的这些支出，所以这间公司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是他可以去付掉这些钱，然后呢，但是并不会对他原本已经紧绷的财政有任何的影响。OK，好，那今天问题要问的是要如何支持这个文章里的这个 proposal 这个提案。好，那我们实际在说代入法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要确定2个东西，确定第一个叫决策者是谁，我们要带入谁；第二个是你带进去之后，你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那篇文章里面所做的决策是谁做的？是铁路公司做的。然后呢，文章结论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结论是你做这件事之后不要亏钱，好，就是你的财政收支要不要更吃紧。好，所以我们要确定这2件事情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想一件事：如果我们是铁路公司的 CEO，哪些情况会影响你的财政？好，来，我们说，如果你是 CEO 的话，我们会看哪些东西？我们要怎么去想这间公司的财政会被什么影响？好，包括这间公司有没有收入，有没有额外的收入，有没有额外的支出，收入会不会减少，支出会不会增加？好，然后再来，这间公司里面可能还会有业内跟业外的，比如说这间公司原本是做这个客运，好，那会不会今天客运的增加，客运的减少，或者是货运增加，货运减少，或者是本业收入跟业外收入，本业支出跟业外支出减少，就被影响到。OK，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这篇文章里面其实只提到了业外的收入，也就是说，他原本不是做商场，他今天拿去做
租给商场收租金，这是业外的收入。那我们要怎么确保说，今天这间公司拿了这个业外收入之后，不会另外去亏钱？好，我们就是要去确保另外2个地方，好，不会被另外的一些因素不会被影响到。比如说你本业上的收入不会减少，比如说你额外支出不会增加。OK，所以你只要想到这些逻辑的断点，你就会发现5个选项里面有1个选项直接对应到了，就是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什么呢？他说，今天我们的研究指出，在你改了这个出口之后，好，原有的乘客并不会减少使用你的火车。换句话说，就是你今天做了这些业外的投资，业外的这些就是出租，你让乘客走小门，乘客不会因为这样而不来搭火车，所以你的本业收入不会因此减少。OK， 好，所以你看，当你在带入这个决策者的时候，你看到这句话，你看到这个选项，你就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是不会影响到我的本业收入的。那本业收入是不是影响我公司考量一部分？是，所以你就马上知道这个就是逻辑的切入点，这就直接对应到了。OK，这叫代入法。好，所以第一个方法的总结就是，我们在文章内容中有决策者的时候，请你带入决策者思考，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你的目的的达到。OK，这是第一种方法。那么第2种方法叫类比法。类比法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今天把文章里的故事类比成一个生活中相近的题材。那通常类比法使用的时机是当你发现文章里面的内容其实跟我们生活中的题材不是很熟悉，比如说像考古类型的题目，好，比如说像是所谓的食物链类型的题目，比如说像是所谓的身体里面可能病菌、抗体这些题目，好。一般来说啊，跟我们生活中相近的，我们可以直接带入进去思考。比如说像刚刚的这个公司决策，好，像比如说所谓的政府可能禁烟这种是生活中比较相近的题材。但如果你发现是像刚刚讲的考古、食物链啊，或者是任何你觉得你跟你生活中的逻辑比较不相近的题材，平常不会去思考的时候，这种时候你可能读完之后你抓不到这个逻辑的这个切入点。好，所以你就要主动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第一句话发现说这篇文章要讨论的题材不是生活中相近的题材的时候，你就要从第一句话开始去辨认这个文章里面所出现的好几个各个主角所出现的情境，然后把这些情境关系去类比成生活中相近的题材。好，这个比较难哦，这个就是我们说举一反三的这个能力，所以你平常开始要多练习。类比法其实是3个方法里面其实是最难的。OK， 好，你要学会去把这个故事类比成生活中相近的情境。好，来，我们来看怎么做哦。好，像比如说这篇文章，好，请大家先按暂停，先来读完。OK， 好。按完读完之后呢，我们回来看哦。好，你刚刚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发现一件事？就是这篇文章的题材是讲考古的证据跟所做的推论，对不对？当你发现第一句话、第2句话看完之后不贴近日常生活的认知，你就要开始使用类比法。什么意思？我们看完第1句话、第2句话，我们发现一件事，我们在讨论过去历史上入侵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好人、某一种人，他们是某个文化，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想一下，好，在我们过去读到历史上，跟我们最熟悉的题材是什么？是中国的朝代。那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外来入侵者的朝代？有，就是清朝。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这2句话去类比成当时中国被清朝入侵的这个故事？可以，像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说，这是被入侵的地点，这是入侵他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过去某一段时间是由清朝入侵所统治。接下来下面的文章出现每一个新资讯，你都要去把它类比成当时发生的状况。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我们不清楚清朝是哪里来的，但是今天学者认为清朝应该是某一个文化人，所以我们假设它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好，你要讲非洲也可以啦，好，你要讲中东也可以，但你就是去类比一个文化。OK， 好，然后接下来跟你讲，好，为了支持这个证据，这些考古学者表示说，今天我们在那个地方，好，在这个当时的首都发现，好，在清朝统治下有大量的文物是来自于ASH 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就是当时某个文化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都市。好，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类比说，因为发现清朝统治下有大量的这个欧洲文化里面的法国文物，而法国是欧洲文化重要都市，所以我们发现清朝有法国的壁画，所以清朝人一定是法国文化，一定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OK， 好，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今天没有在做类比的时候，你在看文章，你是被动接受你不熟悉的资讯。比如说出现这个 H， 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好，然后出现这个 C， 好，这2个还 OK 哦，但你看后面继续出现了 Evans， 后面继续出现了 Ashcombe， 你就会发现你整个文章资讯是乱掉的。OK， 好，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有预期说，这个文章不是我熟悉的题材，所以我要开始去归纳资讯的话，那怎么归纳最好？就是按照前2句话这个基本关系，按照文章前面第1句话、第2句话的基本关系。
把它类比成你过去学到里面比较相近的故事。所以当我一开始类比说中国被清朝统治，而我们认为清朝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后面就会开始发现任何一句新的句子都可以套回原本的故事。OK， 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改成别的故事也可以啊，我们可以说中国有元朝统治，而我们认为元朝是非洲文化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元朝统治之下，在当时的元朝发现了在北京大都有很多就是非洲人这个用手打的鼓，就是手鼓这样子，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元朝从非洲来的，也可以这样类比，不过就是挑你自己喜欢的。OK， 好，那你看类比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就很明显的断点。什么断点？就是谁说欧洲文物在清朝出现就代表清朝是从欧洲过来的？好，比如说在我家里面，比如说以后的考古学者在我家里面发现我家有放欧元，难道我就是欧洲人吗？不是嘛，对不对 ？OK， 发现我家有放什么？有放这个就是所谓的泰国的文物，难道我就是泰国人吗？不一定嘛，有没有可能是我去那边玩然后带回来的？有没有可能是朋友去那边玩送我的？有可能，对不对？好，所以你们看到我刚才不断的做类比，我给你举个例子，对吧？我举的是历史学家看到我家的文物里面有泰国的文物，所以就是我是泰国人，类似这样的概念。OK， 好，所以你做类比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很快的发现逻辑的断点。好，不是说某个文物在某个地方就是某个地方的文化，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地方进来的？所以你看，当今天正确答案出现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发现它切入到逻辑的断点。OK， 好，但是如果今天你看文章没有去做这个类比的话，你在遇到这种不熟悉的题材，这些字会阻碍你的阅读，会阻碍你的逻辑连接，会让你今天看到选项都傻掉了。好，我们就会有个很明显的经验，就是看到选项会发现我整个资讯是乱掉，无法思考。这种时候你根本只能用靠关键字来做乱解、硬解、low skill 这样子。OK， 所以这是第二种方法，叫类比法。好，那不过类比法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今天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多练习，因为这个方法其实上是要靠多练习反应快才能够举一反三。好，那你看刚刚这个题目的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我们要讨论是不是今天这个欧洲这个地方的文物有可能是什么呢？会被就是交易到不是这个文化都市。好，我们点出了文物不一定会在所在文化都市这个断点。OK， 好，这是第二种方法。那今天最后讲第三种方法是分析法。所谓的分析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文章的结论重点是在讨论可以被分拆的变因程度或数据的时候 ，OK， 好，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分析法，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用。好，这时候我们只要做一件事，去把这个变因程度或数据分拆穷举成好几个 factors。OK， 好，那今天呢 Kermes 会讲到其中一部分的 factor。那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选项答案就会去讨论剩下的那些 factor。没有被文章里面所提到的子因素，就有可能是正确答案拿来讨论的因素。OK， 好，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哦，好，比如说这一题，请大家先花一点时间读完。好，来读完之后呢，我们回来看。好，先不要读下面这个答案，好，先读上面这个地方。OK， 好，来读完之后，我们就来看哦。好，读完之后我们就发现这篇文章里面，它其实上在讲的是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城市的人口是稳定的增长。好，那过去呢，这个城市它的这个就是卫生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呢死亡率很高。然后再来，这个城市过去人口的增长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农村的移入。好，就是农民工进城打工喽，这样子。好，那再来跟你讲说呢，今天农民工的移入不减反增。OK， 好，那更何况这个城市的健康也已经改善了很多，所以就是死亡率下降了。OK， 但是最后一句要跟你讲，但是这个城市的人口增长却没有显著的变快。好，那这个题目我们看题干它是要解释什么？它要解释最后这一半句的矛盾，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城市的人口成长并没有变化。OK， 好，那你有发现今天我们最后结论要解释的这个重点是这个数据。OK， 好，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讲的，当你发现文章结论的重点是在讨论可以被分拆的数据变程度或者是变因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要把它分拆重举成好几个 factor， 去想哪些在文章中有提到，哪些在文章中没有提到。没有提到的东西就是文章所讨论的，就是接下来的选项可能会出的断点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今天最后讲的是人口增长，我们就要开始思考人口增长这个数据有哪些子 factor 可以决定。好，出生、死亡、移入、移出。好，那文章今天已经锁定了死亡跟移入了，但是没有提到出生跟移出，所以等一下选项如果讨论到说比如说出生率上升下降，或者是今天从这个城市移民出去的人也变多了，这就是可以解释的。所以你看正确答案就已经被我们抓出来了，是什么？是今天这个地方呢，
一直以来出生率持续的下降。OK， 所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不一定会增长。OK 哦，好，来，所以我们最后来做个小整理。好，今天我们有3种方法。好，代入法是指的是文章中有决策者的时候，好，我们可以带入他的角色去想什么样因素会影响我的决定，会影响我的目的是不是会被达到。好，当文章的题材远离生活理解的时候，我们使用类比法 ，OK， 就是去在文章第一句先把基本的这个情境抓到，去类比到我们生活中比较类似的情境，然后接下来要出现任何新资讯都要套进这个新故事里面。好，再来就是在结论里面有变因可以穷举分拆的时候，变因程度数据的时候，我们要用分析法把这个变因程度数据分拆，好，然后去想哪些是 Premise 有提到，哪些是没有提到的。好，那注意这个方法，这3个方法不要去硬套。好，其实你有些题目是可以互相搭配使用的，你可以一下要类比，然后一下要代入，一下要分析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最后再举个例子来给你看什么叫混合使用。好。像这个题目，大家可以按一下暂停看一下 ，OK？ 好，看完之后我们就直接来看哦。好，文章里面跟你讲说有一种新的基因改良种子，它是可以抗虫害的。那这个种子虽然现在是比较贵的，但是呢，未来这个成本会下降。好，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种子用的时候可以用比较少的杀虫剂，可以省钱。然后消费者也喜欢这些不用杀虫剂的这个作物。好，所以呢，今天好。对于那些可以被改良种子而言，好，这个杀虫剂很快的就不是很快的，就是未来会倾向成为什么？成为主流。好，你会发现今天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2个方法来分析。第一个代入法，代入法就是我们可以带入农夫的角色去想，今天到底什么样情况下我会使用这个种子，什么样的因素会决定我会不会用这个种子。好，第二个分析法，文章最后的这个结论是在强调这个东西会变成主流。主流是一个程度，好像就是意思就是市占率会高的意思，我们就可以去想什么东西会决定这个产品的市占率，会决定这个农夫会不会买。好，所以我们就是站在农夫的角度去想，有哪些因素会决定我会不会买这个产品。OK，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分拆穷举好几个变因了，比如说价格的高低，比如说这产品品质的好坏，比如说预期的收益，比如说购买的通路有没有方便，比如说是不是能够让我知道这个资讯的易达度是怎么样。OK， 好，那文章里面只有讲到了，好，就是价格的高低跟品质的好坏。OK， 好，但是其他东西没有讲到，所以接下来如果有选项提到这些因素的断点，好，那你就知道它很有可能是正确答案所走的方向。好，像你看这个题目正确答案说什么呢？说今天这个新的种子是不是有可能它会带来的收益，好，会带来的这个就是收获量远比原本的种子少。我们发现，如果今天收获量比较少的话，农夫是不是就会，你站在农夫的角度，你是不是就会开始不一定要买这个东西了，对不对？因为它能给你带来的预期收益可能是少的。OK， 好，那如果今天换了一个题目，换了一个变体，好，比如说有别的选项，比如说有另外一套题目，它别的选项是今天这个产品它只有在某几家商店可以买得到，那这个东西这也是正确答案的方向哦，因为它走的是什么？购买通路。OK， 好，所以呢，那你会发现今天你要能够用活这3个方法，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第一个，你要学会换位思考。好，这个其实也是商学院做 case study 里面一个重要的能力。好，换位思考就是我们要套入这个决策者的角色，去想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就是做什么样的决定，有哪些资讯会帮助我们做决定。好，商学院里面的 case study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叫 simulation。OK， 好，跟 competition， 好，就是你可能会一组里面带入的是就是CEO， 一组里面带入的是公司的供应商，一组里面带入的是公司的同业竞争对手，然后呢，一组小组讨论里面它带入的是政府。OK， 好，可能或者是动保团体、环保团体，每一组人都有自己的考量，你要学会带入决策者的角色，去用手上掌握的资讯。然后再来类比法，这个东西是你在商学院里面，你要说服别人的时候，你要说服你的组员接受你的论点，或者是你今天受到了对手的质疑，你要去说明你的论点的时候，你为了让对方能够清楚理解，你可以用相似的故事来类比，好，来让对方可以就是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也是商学院在做思辨的一个重要能力，好，在做传达的一个重要能力。而分析法这更不用讲了，就是说在商学院里面，当你今天发现你确定你的目标之后，好，你要怎么样使用手上的 case 所给的数据去一步一步挖掘这间公司可能存在的隐性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今天我们发现这间公司的 profit 是掉了，好，那我们就要去看各个因素，有哪些因素会影响 profit。好，比如说我们发现 profit 掉了，但是整个 total market 是没有变小的，我们就要去看这间公司是不是今天 revenue 跟 cost 是不是今天其实 revenue 没有掉
可是 cost 却上升了，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间公司所需要的重点是要减少 cost 的浪费，而不是说今天是去转移市场这样的概念。OK， 好。所以这3个能力其实都是商学院之后在做 case study 以及在做小组讨论的时候的重要能力。OK， 好，那今天希望各位是能够先在 case study 的时候先在这个 CR 练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CR 每一个题目都是一个小小的 case， 都是一个小小的 case。OK， 好，希望各位可以用这部影片带入这样的思路，让你在做 CR 的时候能够更贴近商学院，而不是只是贴近了死板的规则。OK， 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喽。好，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 GMAT 的教学频道，好，以及到今天部落格。那我们先讲到这边，好，我们下次见，拜拜。